或许朝鲜半岛真需要一场统一战争才行了，甚至需要中国的新抗美援朝，否则整个朝鲜半岛真可能成为紧逼中国的美国前线阵地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罗富强观察室。本期我们聊的话题是美韩强力干涉中国内政，插手南海，该怎样惩罚尹锡悦政府？韩国总统尹锡悦对美国为期3天的访问，两国总统在会见中和会见后发表联合声明，竟然大张旗鼓，并且是非常强硬的干涉中国的台海内政，插手南海事务。从尹锡悦与拜登会见中的讲话，在记者会上的发言，以及美国白宫网站公布的消息来看，这两人不仅反复强调确保台海现状，反对用武力改变台海局势，大肆干涉中国内政。在联合声明中还说，强烈反对一切单方面改变印太地区现状的企图。这些企图包括了填海造岛、非法海洋主张、胁迫性和军事化行动。请注意，美韩已经把过去的维持台海现状延伸到了维持印太地区现状，反对一切单方面改变印太地区现状的企图。严格来说，这是美国的动机和主张，因为过去的印太地区现状不仅包括了台海现状，还包括了南海、中美洲和南美地区、印度洋及周边国家现状，而这些现状就是美国军事占据主导控制优势的现状。换而言之，美韩强调强烈反对一切单方面改变印太地区现状的企图，其真正含义就是美国反对中国实现两岸统一，插手南海事务还嫌不够。中美洲和南美洲国家、东南亚国家、南亚国家都不允许与中国发展外交关系，因为这都会让美国失去太平洋和印度洋地区原有的主导地位和现状。再具体一点，缩小一点说，这是美韩两国不许中国实现两岸统一，不允许中国在自己的南海造岛，不允许中国在南海驻军，不允许中国主张南海主权和权益。尹锡悦在访美之前，先给拜登政府递交了一份投名状和见面礼，大放厥词，说什么台海紧张局势因试图用武力改变现状而造成，韩国和国际社会一道反对这种改变。更妄称台湾问题不单纯是两岸之间的问题，就像韩朝之间的问题一样，涉及范围已经超出本地区，只能将其视为全球性的问题。尹锡悦在把台湾问题国际化方面，简直比美国和日本还要卖力。韩国这是怎么了？其实很简单，韩国的主权就一直被美国把控着。朝鲜半岛最早出现的国家是由中国人建立起的箕子朝鲜。朝鲜半岛被统一的鼎盛时期就是高丽国，元朝时期向中国称臣。1392年，高丽国臣服于明朝，次年朱元璋下旨改国号为朝鲜，史称朝鲜王朝，这就是朝鲜一词的由来。此后，朝鲜王朝先后是明清时期的藩属国，日俄战争后，朝鲜半岛成为日本的殖民地，直到二战结束，日本战败之后，朝鲜半岛也进入分治状态，形成了朝鲜和韩国，这才有了韩国的历史。随后的朝鲜战争中，美军参战进驻韩国后再也没有离开，美国对韩国的军事指挥权延续至今，而美国又通过军事指挥权扩展，深度控制了韩国的政治和经济。因此可以这样说，韩国在名义上是主权国家，但真正的主权在美国手里。只要不听美国的话，韩国总统就无法善终。尹锡悦之前的韩国12任总统中，11任个个不得善终，不是被刺杀就是被自杀，不是进监狱就是被流放。而第12任总统文在寅正在面临刑事调查，大概率将会在监狱里度过余生。我曾经说过，过去是打狗要看主人，现在我们需要看主人打狗才行了。这样一来，美国才能失去霸主地位。尹锡悦必须步那些前任总统的后尘才行。或许朝鲜半岛真需要一场统一战争才行了，甚至需要中国的新抗美援朝，否则整个朝鲜半岛真可能成为紧逼中国的美国前线阵地。好，本期话题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次见。